僵尸便利店。第二天黄昏6点，阿跳准时出现在一幢便利商店门口。他今天很有心机的准备了，官帽用江湖浆过硬得可以当子弹，脸红的像茶杯，展和唇膏，官服晕的旗鼓直过他对手。最离谱的是，额头黄符用胶纸粘实4个角，粘到整块脸，得把眼睛和鼻窿露出来，看起来像一个贴了退热贴的病人。他还带了饭盒，里面是3炷香和1个苹果，是他的善事。九叔，我来上班啦！阿跳在门口大叫。他这次学精了，没有用跳的方式进门，而是用行的。虽然他的行跟一般人的行很不一样，像一只企鹅在摇，双手还要伸直保持平衡，整个姿势像一个在走钢线的小丑。但至少他没有撞到门框。九叔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到阿跳的造型，沉默了5秒，看着收银台上摆着的一杯热鸳鸯。九叔指着阿跳的脸问：你的额头做什么事儿？阿跳很自豪说：我粘实张符呀，这样就不会掉下来了。我用了一整卷胶纸哦。九叔走近一看，真是成卷。阿跳从额头粘到下巴，粘到整块脸，得反对眼睛和个鼻窿露出来，嘴唇都被胶纸封住了。说话的时候要从牙下里逼出一些声音，像一个腹语表演者。九叔问：你这样怎么喝水？阿跳答：我不要喝水的。那怎么吃东西？我不要吃东西了。那怎么说话？阿跳想了一想，用劲力张口，块胶纸啪一声弹开了一边，粘在他左边面珠，整个样子歪满一边，像一个中风的表情符号。九叔放弃了。算了，你喜欢吧，过来。他走到收银台，阿跳一蹦一跳的跟在后面。九叔每走一步，阿跳就跳一步，节奏还要跟到10组，像一个不太协调的影子。第一件事，九叔指着收银机：这是收银机，你会用吗？阿跳探头看了看，上面有成几十个按钮，每个按钮都写着不同的字：现金、八达通、支付宝、微信支付、信用卡、转数快。哇！阿跳瞪大眼睛，现在的算盘这么复杂的。九叔深呼吸：这不是算盘。那是什么？收银机。我收银机。你先负责补货吧。他走到后面货仓，阿跳跟住他。货仓的门上贴着章符，写着内有恶鬼，不，内有急冻食品，出入小心。九叔推开门，里面是一个大约50尺的空间，4面墙都是货架，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货品，还有一具专门放驱邪专用产品，包括糯米、桃木剑迷你版刮钥匙用的和及时符咒水，九叔自己研发的，卖了3个月，卖了2罐，其中1罐是他自己喝的。你今天的任务，九叔指着地上3个纸皮箱子，把这些货上架。阿跳看着纸皮箱子，双眼发光。好，交给我。他立刻跳过去，用伸直的双手啪一声打到纸皮箱里。他不会用手撕开胶纸，因为对手无法弯曲，所以他的方法是用整块脸撞下去，用额头顶开箱子。砰！纸皮箱凹进去，但没烂。阿跳脸上多了条红印。砰！又一下，胶纸开始甩。砰！第3下，箱子终于爆开了，里面的货品飞掉了，全是罐头。罐头在地上撸来撸去，有几罐撸到出了货仓门口，最后1罐撸到出街，被一个路过的阿伯踢了一脚。谁乱掉罐头呀？生孩子没屎忽的。九叔站在货仓里，看着一地都是罐头，再看着阿跳额头新加的几条红印，沉默了。阿跳，九叔问：你平时开门是不是都是用头的？是的。阿跳很自豪：我住的那副棺材盖子都是我用头顶打开的，顶了100年，好使好用。九叔开始认真考虑该不该在便利商店门口贴张告示：本店员工开箱方式与常人不同，如见异常，请勿惊慌。他弯下身，执起1罐午餐肉示范给阿跳看。你呢？他从裤袋拿出开箱刀，用开箱刀在胶纸中间借一刀就开到了，不用用头。阿跳看着那把开箱刀，再看着自己伸直的双手，
面露难色。九叔，我对手不能弯，怎么拿着刀？九叔看着阿跳的手从胳膊到指尖，直过肩指，僵硬过他当年考道士牌的面试官的脸。你用口咬着吧。阿跳用口咬着开箱刀，模样像一只叼着骨头的狗。他尝试用刀借脚趾，但因为他要整个人弯下身子才能让把刀接触到箱子，而他的腰又不能弯，最后整个姿势是双脚伸直，上身向前倾45度，个头在纸皮箱子上磨来磨去，像一只狗在掘地。咔嚓一声，他的腰发出一个恐怖的声音。九叔，我好像卡住了。九叔看到阿跳整个人僵在了45度角，双手伸直，个头顶了一个纸皮箱，整个造型像一个坏掉的折珠。他走过去，用力啪一声拍了阿跳的背脊一下，阿跳弹回直，整个人向后飞了出去，撞在货架上，整排即食面连了下来，全部倒在他头上。阿跳从即食面堆里伸出头，额头粘着一包麻油，未出前一丁，脸上还有几条罐头印和胶质痕，加上他本身的红面，整个样子像一个经过了大型灾难。九叔，我能不能继续用头？九叔看着他，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这口气深的他怀疑自己就要把50年的阳寿都叹走掉。你用头吧。阿跳开心到立刻弹起，用额头砰一声撞开第二个纸皮箱。这次箱子里是薯片，比较软身，他一撞下去，整个人陷入了箱子里，得反对角露出来，在半空中踢啊踢。九叔看着货仓里一对僵尸脚在游游一下，上面穿着一对清朝布鞋，鞋底写着官字。他拿着一杯鸳鸯，喝了一口，然后很冷静地走过去，揪住阿跳的脚，将他从纸皮箱里拔出来。噗一声，阿跳收回来，整个头都是薯片碎，脸上还粘着一块热浪薯片，刚好在他嘴唇的位置，看起来像他含着一块薯片。九叔，这块是公司福利吗？阿跳说话的时候，块薯片咔嚓一声碎了，摔在地上。你放回袋子里。哦。阿跳弯腰指薯片碎，但他的对手太直，无法触及地下。他尝试了3次，每次差一点就摸到，但就差那1寸，像一个永远夹不到娃娃的夹娃娃机。最后他决定整个人砰一声趴在了地上，用脸拧起一些薯片碎。九叔看着他脸上沾满薯片碎的模样，再看着手上的一杯鸳鸯，忽然觉得这杯鸳鸯里好像少了什么，是不是该加点酒？阿跳，起来吧，还有最后一下。第3个纸皮箱子比较小，阿跳这次血精了，没有用头撞，而是用他的必杀技。他用2只伸直的手夹住箱子，然后整个人向后跳，用离心力把箱子撕开。箱子是开了，但里面的货全是小瓶的指甲油，飞晒出来，像仙女散花一样，在半空中转了几圈，然后叮叮当当的掉到一地都是。有一瓶红色的指甲油掉烂了，溅到阿跳的脸上，加上他本身的红面、胶质痕、罐头印和薯片碎，他的脸现在像一个现代艺术品。九叔看着一地都是指甲油，再看着阿跳的脸，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。九叔，你干嘛？阿跳问。留个纪念。九叔收起手机。替你红了时，我可以卖给媒体。我会红吗？你的脸现在5颜6色。经过1个小时的努力和九叔的无数次叹气，阿跳终于学会了如何上火。他的方法很简单，用额头顶住贱货，然后一跳，把贱货带上货架。这个方法有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他成日在歪，低货飞去隔了一个货架。吃过有一排朱古力飞佐去驱血专用区，摆左膝桃木剑隔离，搞到有个客人问，这朱古力细迷10万可以驱邪。第二，他弹的力度无法控制，试过把一包虾条弹到上天花板，粘在光管隔离，到现在都还在，整个便利店多了个装饰。第三，他每弹一件货就要跳一下，跳了1个小时，整个便利店的地板砰砰砰的响，楼上的住户以为是地震，打了去天文台投诉。九叔巡视了一圈，发现虽然一些货的位置有些特别，比如可乐摆在了雪糕柜，雪糕摆在了即食面架上，即食面摆在了收银台下面，但至少他看到阿跳很认真地把每一件货都放得很整齐。
九叔你看，阿跳指着他整理好的薯片架。我排了彩虹色，红橙黄绿青蓝紫。九叔看着货架，葱辣椒味红色，香辣味橙色，原味黄色，海盐味浅绿色，紫菜味绿色， BBQ 味深蓝色，到最后的黑松味黑色，真的是7种颜色，整整齐齐，挺有艺术天分。哦，九叔忍不住说道。阿跳开心到原地跳了3下。我生前是一个画师来的，专帮别人画人像的。那你画成什么？我画完之后，每个人的样子都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忘了画五官。九叔决定不再追问阿跳生前的事迹。到了晚上，台时有客人，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西装友，赶着买早餐，也就是他的晚餐，因为他回夜班。他冲进来，拿了一个3明治和1盒柠檬茶，冲到收银台。九叔站在收银台后面，阿跳站在他旁边，双手伸直，面无表情，脸上还有些指甲油的红色痕迹，加上额头的胶质，整个样子像一个来自另一个次元的生物。西装友看了阿跳一眼，然后看回九叔，小声问：这位是怎么来的？九叔面不改容：我个新员工。西装友再看多眼：他干嘛不眨眼的？阿跳听到，立刻很夸张地眨了一下眼睛，眨的超大力度，整块脸的肌肉都在于像一个机械人在执行眨眼的指令。西装友吓得退后一步。九叔若无其事地扫描货品，42.5，八达通。西装友闭完钱，临走前还回头看了阿跳一眼。阿跳对着他微笑，但他的脸上沾着胶质，个微笑只是嘴角微微向上翘了1毫米，配上他的七彩面，个笑容诡异得可以拿去拍恐怖片。西装友走后，九叔转头跟阿跳说：你对着客人不要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笑起来。哦。阿跳收回笑容，变回面无表情。这样行吗？行，好过你笑。第2个客人是一个小姐，她拿了1包即食面和2罐可乐来到收银台。她看到阿跳，呆了一呆，然后小声跟九叔说：你的员工脸上做什么？是不是被打？九叔的。他刚学化妆。小姐看着阿跳脸上的一些红色指甲油痕迹，恍然大悟。哦，怪不得画得像一只熊猫。小姐临走前还很热心的跟阿跳说：你化妆时记得捂好一塔塔蛋，好肉酸的。阿跳点点头，虽然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。阿跳用伸直的手抹了抹脸，但他的双手太硬，抹的动作像用一块木板在脸上刮。刮完之后，一些红色指甲油从一塌变成了整块脸都是红色。他现在整个样子像一个红当当的李世峰。九叔看着他，把杯鸳鸯喝得一滴不漏。九叔，你今天喝了多少杯鸳鸯？阿跳问。第7杯。你不怕睡不住吗？我现在需要的不是睡眠，是勇气。阿跳不太明白九叔的意思，但他看到九叔的样子好像很累，于是他很贴心地说：九叔，你要不要我帮你冲杯咖啡？九叔看着阿跳，他的脸红过一家麦当劳，额头沾着胶质，嘴唇上还有薯片碎的痕迹，双手伸直，站在收银台旁边，整个样子诚恳到不得了。你会冲咖啡？我生前喝过咖啡，那时候人叫它黑酒，很苦的。你还是别冲了，我怕你对手一伸，整个咖啡壶飞了出去。那也是。阿跳想了想，上次我在家想冲杯饮料，拿起水壶，点至对手一伸，整壶水淋了自己的头上。你家？没有啊，我家很简单，只有一副棺材。九叔忽然觉得阿跳的居住环境可能比他想的可怜，但他看着阿跳那张七彩的脸和那双真诚的眼睛，忽然觉得这家便利店好像真的需要这样一个员工。虽然他可能会把店搞得一团糟，但至少他从来不放弃。阿跳继续用他的头顶法上火，九叔继续喝他的鸳鸯。便利店的地板还在砰砰作响，楼上的住户还在投诉地震，但这就是一种便利商店的日常。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看下回分解。